欢迎来到中文学习频道 Mandarin Go。今天要讲的是《西游记》，中国四大名著之一。我会用简单的词汇带你遨游中国小说的世界，希望你会喜欢。《西游记》第4回，官封弼马兴何族，名著齐天意为宁。第一段，猴王上天当官，原来是养马的。孙悟空跟着太白金星一起飞出花果山，他们要去天庭上班啦。不过悟空的筋斗云太快了，一下就飞到南天门外，金星还在后面慢慢飞。悟空正要进门，却被门口的天兵天将拦下来，还拿着刀枪不让他进去。他不高兴地说：“太白金星这个老家伙，不是说玉帝请我上天做官吗？怎么还派人来拦我？”这时候，太白金星刚好追上来，他笑着对悟空说：“大王别生气，你是第一次来天上，大家不认识你，也不知道你是玉帝请来的。等你正式有了官职，以后进出就不会有人挡你了。”悟空想了想说：“好吧，那就先进去看看。”他们一边走一边看，只见天上果然不一样，处处金光闪闪，云雾缭绕，有高高的大殿，美丽的楼阁，还有很多穿着铠甲的天兵天将在巡逻。天宫里有33座宫殿，72座宝殿，到处都是飞龙、凤凰、仙草、宝石，真的像梦一样漂亮。他们到了凌霄宝殿门口，太白金星直接带悟空进去见玉皇大帝。悟空没拜，只是站在旁边听金星说话。金星对玉帝说：“这就是我带来的妖仙孙悟空。”玉帝问：“哪一个是妖仙？”悟空大声说：“老孙就是。”旁边的仙人们听了都很生气，说他没礼貌，不拜玉帝，还自称老孙，应该重罚。不过玉帝说他是下界来的，不懂礼貌，就先原谅他吧。悟空这才朝上鞠了一个躬。玉帝说要找个空缺的官位给他，让他当个小仙人。这时有个新君说：“现在御马监还缺一个正管官。”玉帝就说：“那就让他去当弼马温吧。”所有神仙一起说谢恩，悟空也跟着鞠躬说谢。太白金星叫木德星君带悟空去上任。悟空一听自己当官了，很开心，跟着星君到了御马监。御马监里有很多天马，都是好马，有的会飞，有的跑得比风还快，名字也很厉害，什么赤兔、飞黄、龙眉、追风、绝地、飞帆、云骑。悟空当上弼马温后，很认真工作，检查马匹，分配草料，还叫人刷马、喂水、整理马棚。白天陪马玩，晚上也不睡觉，怕马肚子饿，还会叫马起来吃饭。过了10几天，所有的马都变得又壮又有精神。这一天，御马监的人请悟空吃饭，大家一边喝酒一边祝他升官。悟空忽然问：“我这弼马温是几品的官？”大家说：“就是这样的官名。”悟空又问：“那是高官还是小官？”有人笑着说：“这官没有品级，是最低的，叫做未入流，就是连正式的官都不算，只是个看马的。”悟空一听，气得眼睛都红了。什么？老孙是花果山的大王，怎么会跑来给人家养马？这不是骗我吗？他一拍桌子，拿出金箍棒，打翻了桌子，气冲冲冲出御马监。天兵看他是上界的仙人，也不敢拦他。他回到花果山，看到猴子们正在操兵练武，大声喊：“小的们，老孙回来啦！”所有的猴子都跑来迎接，把他请回山洞。大家问他：“大王，你去了这么久，做官一定很风光吧？”悟空摇头说：“别提了，我在那边才过半个月，你们这里却已经10几年了。他们封我做什么？一个养马的弼马温，还是最低的官，实在太丢脸了。我一气之下就回来了。”猴子们听了都很生气，说：“来得好，我们的齐天大圣怎么能去给他们养马？太没天理了。”第2段，
齐天大圣登场，天庭派兵来抓猴。悟空一边喝酒一边生气，气自己被当成马夫。他喝了一大口酒，忽然有人来报：大王，门外有2个独角鬼王要见您。悟空说：叫他们进来吧。2个鬼王走进山洞，跪在地上说：大王，我们早就想来拜见，今天特地来祝贺您得关荣归。这里有一件黄袍送给您，希望大王收下，也让我们能为您效劳。悟空一听，高兴极了，马上穿上黄袍，整个人看起来更威风了。他笑着说：好，从今天起，你们2个就是我军队的先锋吧。鬼王跪下来谢恩。悟空喝得正开心，忽然说：对了，我不要叫弼马温，那是看马的名字，太难听了。我要自封为齐天大圣，跟玉皇大帝平起平坐。猴子们一听，马上拍手大叫：大圣万岁，大圣万岁！悟空也高声大喊：来人啊，立一面大旗，上面写齐天大圣4个大字，挂在山门口，大家都要叫我齐天大圣，知道吗？另一边，天上出了大事。第2天，玉帝上朝，忽然御马监的人来报告：启禀万岁，那个新来的弼马温孙悟空嫌官小，昨天生气跑回下界了。正说着，南天门的天兵也来说，他跑出天门的时候，没人敢挡他，就这样走了。玉帝听了大怒，马上传旨，派兵把这只猴子抓回来。天兵里，托塔天王李靖站出来说：微臣愿带兵去捉他。玉帝说：好，就封你为大元帅，再让你儿子哪吒3太子当副将，快快去办。李天王马上回军营，带着3军整队，命巨灵神当先锋，准备出发。很快，他们来到花果山，在山下平地扎好军营。李天王下令：巨灵神，你去跟那猴子交战。巨灵神拿着大斧，一路走到水帘洞外。只见那里的妖怪们正在演练兵法，有狼，有虎，有狐狸，个个拿刀挥剑，叫得震天响。巨灵神大喝一声：你们快去报告你们的齐天大圣，就说我是奉玉帝之命来抓他的，叫他快点出来受降，免得你们跟着受苦。小妖怪们吓得乱跑进洞里报信：不好啦，不好啦！有个天将来了，说奉命来抓大王。悟空听完，冷冷一笑：哼，有意思。来人啊，拿我的披挂来。他戴上凤翅紫金冠，穿上锁子黄金甲，脚踏步云绿，手提如意金箍棒，整个人神气十足。他领着大军出门，与巨灵神对阵。悟空一站出来，巨灵神吃了一惊。这猴王穿着金甲，顶着金冠，眼睛像闪电，声音像钟响，一看就是厉害角色。巨灵神大声问：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悟空笑着说：我不认得你，你是哪里来的毛神？巨灵神大怒：我可是托塔天王李靖手下的巨灵神，今天是来奉命抓你的，快点投降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悟空气得跳起来，指着天说：老孙在花果山称王称祖，他居然叫我养马。你去看看我山门外的旗子，若是让我当齐天大圣，我就不动刀棍，若不答应，我就打上凌霄宝殿，连玉皇大帝的龙椅都做不成。巨灵神听了，抬头一看，果然有一面旗子写着齐天大圣4个大字。他冷笑：你这猴子太不知天高地厚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说完就挥斧砍过来。悟空早有准备，举起金箍棒一挡，当的一声把斧子打断了。巨灵神大惊，转身就逃。悟空笑着大喊：快去报告你家天王吧，说老孙不好惹。第3段，哪吒出战，猴王变身3头6臂。巨灵神逃回军营，跪在李天王面前说：大王，那只猴子太厉害了，我根本打不过。李天王一听大怒，丢我们的脸，推出去砍了。这时旁边哪吒3太子跳出来说：父王别生气，请让我出战，看看那猴子到底有多厉害。李天王一听，
也只能点头同意。哪吒穿上战甲，手拿武器，飞快地来到水帘洞外。这时，悟空正准备收兵，看到一个年轻的将军来了，气势不凡，眼神坚定，手里还拿着6件法宝，走路一点也不怕。悟空问他：“喂，小哥，你是哪家神仙家的孩子？跑来我门口想干嘛？”哪吒一听就火了，喊道：“泼猴！你居然不认得我？我乃托塔天王李靖的三太子哪吒，今天奉命来捉你。”悟空一听笑出来了，哈哈，小孩子，你的奶牙还没掉呢，还敢来抓我？我劝你快回家吃奶，免得我一棒打哭你。哪吒气得不行，大喊一声：“变！”只见他立刻变成3头6臂，手里拿着6样兵器，像是火轮、绣球、斩妖剑、降妖杵，全都一股脑朝悟空砸来。悟空也不客气，叫道：“变！”他也变成3头6臂，把金箍棒一摇，变出3条铁棒，6只手拳都舞起来，和哪吒打成一团。这一场战斗真是精彩，天上乌云滚滚，地上沙石飞舞，两人一边打一边变，打得天摇地动，山河震动。哪吒的6件法宝满天飞，悟空的金箍棒也满天舞，两边你来我往，谁也不让谁。他们一连斗了30回合，还是不分胜负。这时候，悟空心生一计，偷偷拔下一根毫毛，吹一口气，变出一个假悟空，让那个分身跟哪吒继续打。而真正的悟空则从后面悄悄绕到哪吒的背后，趁他不注意，砰的一棒打在哪吒的左肩上。哪吒大叫一声：“哎呀！”马上收起法术，变回原形，飞快逃回军营。李天王看到儿子回来，连忙上前问：“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”哪吒一边揉肩膀一边说：“父王，那猴子真的不是普通妖怪，他的法力太高强，我已经尽力了，还是被他打伤了。”李天王问：“那他说什么？”哪吒说：“他说，只要玉帝封他做齐天大圣，什么事都可以谈。如果不答应，他就要打上凌霄宝殿，让玉帝连龙椅都坐不稳。”李天王听了叹气说：“那就先别跟他打了，先回去请示玉帝，看要怎么办。”于是他们带着大军回天庭。而在花果山这边，悟空打败2员天将，开心得不得了。72洞妖王和6个义兄弟都来祝贺，他们一起喝酒、唱歌、跳舞，好不快乐。悟空喝到一半，对兄弟们说：“你们看，我都能自封为齐天大圣了，你们也可以取个响亮的名号。”大家听了纷纷说：“有道理，我们也来封自己为大圣。”牛魔王说：“那我叫平天大圣。”蛟魔王说：“我叫覆海大圣。”鹏魔王说：“我叫混天大圣。”狮驼王说：“我叫移山大圣。”猕猴王说：“我叫通风大圣。”龙王也说：“那我叫驱神大圣。”就这样，7大圣成立了。大家开心得不得了，喝了一整天的酒，才各自回去休息。第4段，齐天大圣被招安，住进天上大圣府。李天王和哪吒带着败军回到天庭，在凌霄宝殿向玉帝报告。他们说：“我们打不过孙悟空，他本事太大，巨灵神打输了，我哪吒也被他打了一棒。他还在山门立了一面大旗，上面写着齐天大圣4个字。他说如果能封他这个官，就不打上来，要是不答应，他就要攻上天庭。”玉帝一听，非常生气，说：“一个小妖猴，胆子这么大，还敢威胁我！”这时，太白金星又站出来说话了。他说：“陛下，孙悟空虽然嚣张，但他毕竟是天生地养，有修炼的根基。他现在年轻气盛，若是和他硬打，不但劳师动众，也可能打不赢。不如我们换个办法，用招安的方式把他安抚下来。”玉帝问：“你有什么好主意？”金星说：“我们可以封他当齐天大圣，让他有名有位，
不过只是个空官。意思是名字有了，但不给他真正的工作，也没有俸禄。这样既能安抚他，又不让他掌权。只要让他开心，天下就能安宁了。玉帝听完，想了想说：“这主意不错，就照你说的办。”于是玉帝下旨，叫太白金星再一次下凡，带着圣旨去请孙悟空上天。这一次，金星来到花果山，气氛和上次不一样了。整座山上妖气重重，到处是妖王小怪，大家都拿着刀枪棍棒，在洞口巡逻，一副军营模样。金星一到，就被守门妖怪挡住。金星说：“我是天庭派来的天使，有圣旨要交给齐天大圣，快去通报。”猴子们连忙跑进去报告：“大王，大王！上次来的那位白胡子老仙人又来了，说有圣旨给您。”悟空听了，高兴地说：“来得好，这次一定是来请我当齐天大圣的。上次我已经知道怎么走天门，这次就更方便啦。”他马上穿戴整齐，头戴紫金冠，身披着黄袍，脚踏步云绿，手拿金箍棒，带着猴子们出洞迎接。悟空笑着说：“老星，请进，请进，又劳你走一趟啦。”金星笑着说：“大圣不必多礼，这次我带来了好消息。玉帝已经答应封你为齐天大圣，还特别盖了一间齐天大圣府，要请你上天安住。”悟空一听，高兴地跳了起来，哈哈哈！这回可总算给我面子啦！谢谢老星，多亏你帮忙。悟空没多想，立刻跟着太白金星一起乘云直奔南天门。这次门口的天兵天将看到他，立刻行礼，不再阻拦。他们走进凌霄宝殿，金星跪拜说：“启奏玉帝，齐天大圣已到。”玉帝说：“孙悟空，现在正式封你为齐天大圣，官位很高，不过希望你要安分守己，不可再胡来。”悟空点头说：“谢谢玉帝，我一定听话，不会乱来了。”玉帝马上命人盖了一座齐天大圣府，就在蟠桃园旁边。这座大圣府里有2个部门，一个叫安静司，一个叫凝神司，都安排了仙人来帮忙照顾大圣的生活，还另外送了他2瓶御酒、10朵金花，让他高高兴兴搬进去住。悟空开心极了，搬进府里，天天喝酒、聊天、看风景，过得非常舒服。他心想：我现在也算是天上的神仙啦，有自己的房子和旗号，还有名字，真是不错不错。从此，孙悟空成了天上的齐天大圣，虽然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官，但他自己心里已经很满意了。接下来孙悟空的命运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下一回再说吧。今天的《西游记》就先讲到这里啦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有趣，别忘了订阅频道。你的支持不仅能帮助我们，还能让我们更有动力，继续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